养了快1年的前串多肉，不停的爆崽，还不停的长气根，看看是不是长得太拥挤了，来给它们分个家，去除顶端优势，可以刺激它更多的发侧芽、长小头，单头变双头，双头变群生，伤口很快就会愈合，不用做刻意处理。剪下来的头用来扦插，在盆里准备好70%左右的颗粒土，为了更方便扦插，我们可以把环状的叶片绕圈式的取下来，叶片还可以留着叶插哦。每一个都这样处理，一直到露出一节杆子，就可以直接插入土中，很稳定。其他的也依次插入土中。多肉扦插本质上和休了根的多肉发根没有太大区别，明亮的光照、良好的通风、盆底蘸水法、适宜的温度，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多肉发根发芽啦。像前串这种比较皮实的品种，扦插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一些其他的品种在扦插的过程中有个别干枯死亡、化水，都是属于正常的自然淘汰。前串叶片跟其他景天类多肉的叶片有很大的不同，它的生长点在正中间，不知道这样的叶片能不能叶插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简简单单养美肉。叶插的叶片放在明亮散光处等发芽，写上墩墩，出结果了挨个踢你们。精心伺候了1个月，多肉发根实验如50天前，我做了组生根粉发根实验，把我知道的生根粉、生根液都买来用了一圈。我还信誓旦旦的以为可以找到超好用的多肉生根剂。50天过去了，第一组首次使用耐乙酸浸泡之后，后续浇水的时候也有添加。多肉没有长出来根系，但是它却长出了很多小根瘤。我后期去查了一下耐乙酸的相关资料，浓度过高的时候，不但不能促进生根，反而会抑制生根。没有掌握到合理的剂量，导致它只发出了根瘤。等一下，这个在爬的是什么东西呀？第二排使用了腐殖酸辅助发根，第一颗发的根比较多，但是并没有扎进土里。第二颗杆子萎缩的很厉害，只发了一个小根尖出来。第三颗原本已经发根了，但是发出来的根系全部枯死了。本次实验最大的败笔就是季节没选对，连续高温高湿的环境对多肉发根特别不友好。HB101这一组第一颗没有动静，第二颗拔起来已经带土了，第三颗已经扎根了，个别叶片有化水。自来水对照组第一颗已发根但没抓土，另外2颗都已经抓土了。 OK， 翻车归翻车，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多肉发根的那些事儿，价值10个拉布布。你先牢牢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最影响多肉发根的是环境，只要大环境温湿度不合适，其他小技巧根本派不上用场。其次是多肉本身的活性，这次选取的12颗冰魄，我控养了1年多，体液循环很差，甚至有网友以为是科技肉。耐乙酸对浓度的精准度要求较高，用不好反而抑制发根哦。如果要用，切记要严格按照浓度建议。腐殖酸和 HB101在这次的实验中表现欠佳，而且他们还要花钱哎。所以说人啊，不要总想着走捷径，养多肉也是一样，创造良好的养护环境，耐心就是最好的生根剂。盖板实验还会接着做，快把你们想看的神仙水发在评论区。多肉熬过夏天啦，秋天一瓢水直接黑腐化水，到底哪里没做对？用我12年养肉经验告诉你，多肉入秋浇水门道。紧根，夏天为了保命只能严格控水，肉肉也挺争气，消耗叶片硬扛，代价就是毛细根基本都干枯萎缩，吸水小能手没啦。立秋啦，你以为多肉很渴，其实它根本就喝不下。温度虽然降低了，但是依然是真菌们活跃的气候，你一瓢水下去，多肉还没喝上，真菌已经开始开 party 了。这时候你把遮阳网也撤了，风扇也关了，真菌繁殖速度之快，都没给你反应的机会，多肉就全黑了。秋天多肉醒根3步走，到底该怎么做？你先牢牢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1. 看准时机，立秋是个好时机，但是如果白天温度低于30度，夜间温度低于25度，对多肉来说是更明确的入秋指标。遮阳网别撤得太急，要观察肉肉的反应。第2步，浇水量要循序渐进，随着温度一点点降低，浇水量每次逐渐增加，千万不可以一激动把干枯的肉肉直接哐叽丢水里。正确的做法是，初秋的第一次浸盆，水不要没过盆口，浸盆5秒，吹干，吹到它干透。干透后的第2天浸盆30秒，吹干，吹到它干透。干透后的第2天再浸盆1分钟，吹干，吹到它干透，直到看到浇水第2天的多肉坚挺饱满，那下一次浇水就可以遵循肉肉软了再浇水，
浇水就要浇透水。第3步，初秋浇水，记得在水中添加峨眉灵或者在土中浅埋小黑药。下面还有个重点，你要牢牢记住，如果浇水之后72小时多肉都没有饱满起来，那它的根系可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这时候建议你重新修根换盆。秋季多肉正确醒根，才能让多肉贴秋膘，越来越美丽哦。让我看看你们秋天的多肉吧。超便宜的多肉配土终于来了，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景天类多肉。话不多说，先看配方。所用到的基质：泥炭土、椰糠、火山石、蛭石、赤玉土和珍珠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多肉自配土的主要原则。多肉根系的主要需求是营养、氧气、水。根据这个，我们将土分为营养土、硬颗粒、软颗粒。自配的多肉颗粒土就需要兼顾这3类。营养土的主角就是泥炭土，硬颗粒以火山石为主，软颗粒以赤玉土为主。多肉植物的根系需要附着在柔软的基质上，所以这边建议颗粒用到70%就可以了。这里用2份椰糠土来替代了2份泥炭，在不委屈多肉主根的前提下，减少了营养的成分，加速色素积累的速度，让控氧更上一层楼。因为赤玉土的价格较高，所以替换了1份蛭石来帮助发根，1份珍珠岩。作为一款便宜的软颗粒，还是很值得使用的。这样一份配土的价格是多少呢？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简简单单养美肉。前后做了4-5个版本的配方，单价从最贵的4块5毛6打到了2块4毛3。这里列出了使用的品牌和最终的价格计算表。计算价格的时候还发现，火山石因为本身的密度大，损耗也高，折合成体积计算的话，还真不一定便宜呢。而且在你筛粉和小颗粒的过程中，特别的费人工。所以小伙伴们按斤计算的土一定要算明白这个账哦。这个配方的价格算下来，每升体积是2块4毛3。以我最爱用的降尘土作为对比的话，降尘每升土的价格是5.98元，所以这份配方的价格还便宜了1半多呢。为了验证养护的实际效果，选了6颗新蚁群生来当志愿者。上盆之后，我们观察发根情况，记得回来追着看测评结果哟。写下墩墩，出结果了，我一一踢你们。肉买多了，放不下了吧？买花架呀！不会选花架？3分钟告诉你如何选到高性价比的花架。根据我12年养肉经验，选花架一看材质，主流的花架有金属多层花架和木质花架。多层花架占地面积小，养肉密度高，适合搭配白方盆，整齐有序，利于统一管理。木质花架外形美观，搭配展示漂亮的花盆，占地面积较大，能放的容量较少。下面我说的很重要啦，能帮你省好几百呢。你先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花架子一旦叠起来，再好的日光也不可能每层都照全，补光灯就要同时考虑。一个小口诀：木质花架搭筒灯，美观好看；多层花架搭排灯，高效便捷。还有一个小口诀，赶快拿笔记下来。选好了灯，再选花架尺寸。比如你看中了一个补光灯，有效光照范围20×60，你要是买了一个30×70的花架，那多余的位置岂不就浪费啦？再不然你买回来1.2米的灯，发现家里只能放下1米长的花架，你又当冤大头了吧？口诀3，想省钱一定要记住，花架的宽度是灯的有效宽度的倍数，一根灯有效宽度20，那你买的花架就是20宽、40宽、60宽。下面说的很重要啊，口诀4，花架层高需考虑灯的有效高度，记得考虑上盆的高度呀，不然离得太近好浇了，离得太远没效果。口诀5，灯的相关参数去问客服。来，总结一下，灯和花架一起考虑，省电省米，还能养好多肉。哪种补光灯效果更好呢？我们下次继续聊，还不快点关注。夏天还没来，你的多肉是不是开始化水啦？别怕，用我12年养肉经验告诉你，拯救多肉化水3板斧。第一时间观察叶片根部和杆子上是否有黑色或褐色，如果只是单纯的叶片化水，杆子没有异常。第一步，必须吹干土，必要的时候为了干得更快，可以部分脱土，不要晒太阳哦。4字真言记住：通风散光，
接下来这几天断水并密切观察杆子和叶片是否进一步出现黑色和褐色。如果没有，那恭喜你啦，第一步拯救成功。如果杆子依然黑，进行第二步砍头，观察杆子是否发黑，从下往上切掉杆子，逐步一层一层切掉所有的黑色、黄色部分。下面我说的更重要，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切掉所有黑褐色的部分，直到看到杆子完全是白嫩的。四字真言又来咯，风散光，晾干伤口。第二种情况，叶心开始化水，摘掉叶片，观察杆子同样的，无异常可继续观察，有异常手术刀上场，从上往下切，切到截面白白嫩嫩，接下来断水继续观察。还有一个重点一定要记住，大部分的多肉化水不可逆，预防为主，及时止损。预防要点来了，赶快拿笔记好。第一点，创造良好的通风环境，降低土壤中微生物繁殖的速度。第二点，温度升高的过程中浇水需谨慎，只有控制好水，才能够给多肉保命。第三点，定期施药，小粉、小黑交替使用，效果更好。看完了还不会，赶快发图来问吧。新买的多肉一定要休耕吗？好麻烦啊，先休耕再发根，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到底能不能不休耕啊？12年多肉老司机告诉你，能老气横秋的老庄多肉，整体杆子活性它就不太行，修得再狠它也一样的发根困难，不如留着点老皮，上盆之后你就别让土干着，胆大的你就直接进盆，保险点就用盆底蘸水法，打了矮状素的多肉，细胞分裂就被抑制了，不长杆子也不长根，一旦脱土根系枯萎了之后，短的个把月，长的1年多它都发不出根。这类多肉啊，还是原盆原土，养到它的药物消耗殆尽再换盆比较保险。白白嫩嫩的多肉小苗，别看它的根系又细又软，但实际上活力十足，直接上盆不用修根，浇透水之后浮盆嘎嘎快。12卷类的多肉根系发根难度大，也别修根了，除了干瘪空心的根系去掉，其他都直接上盆，无伤口上盆即可立即浇水哦。炎炎夏日管不住手，还在买来多肉，要是自带盆土，先别修根了，秋天再说吧。这么说来，我以前修的根都算什么呀？别着急，修根3大好处在这里，你先牢牢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大棚养多肉，哪可能挨个给你检查病虫害呀？更有不良商家明明看着白色的杰克在爬，他也给你打包发过来。如果脱土不干净，带回来一个病娇多肉就算了，还可能给家里的好肉带来无妄之灾呀！你看脱土是不是显得无比的重要？多肉大棚选土主打一个便宜大碗，它的养护环境好，不挑土，那你的养护环境跟它大相径庭，你可要选适合自己的土才最香，不是贵的就一定好哦。网购的多肉大都脱土发货，在旅途中多肉的根系就已经大量枯萎了，没有活性的根系反而耽误了新根的发出，去掉老旧根系，迎接新生力量。新买来的多肉到底要不要休根？我相信你已经有自己的答案啦，快来说说你买多肉到底休不休根呢？救命，有虫子啊！别怕，多肉除虫快很准的方法，今天一次告诉你，对付成虫就用这种75%的酒精直接喷，记住是75%哦，浓度过高了会烧坏植物，浓度太低了没有效果。对付幼虫和虫卵，我们就要请出我们的当当。幼虫一般在土里啃食植物的根系，大开杀戒之前记得戴好口罩和手套，这样就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啦。护花神赠送了这个喷壶，上面告诉你如何配比，我们把里面装满水，然后拿出护花神，这个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测量它的体积，我们直接把1支灌进这个瓶子里就好。这个是我非常推荐这个药的一个原因，它真的非常方便。摇匀之后，我们把这个喷壶调到喷雾这样。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小技巧，液喷的时候尽可能的将药物雾化，也就是说最好不要聚成水滴滴下来，水雾越细腻越容易被叶片上的气孔吸收。另外在夜间或者傍晚打药效果会更好，因为夜间的时候叶片的气孔会张开。要想彻底消灭土壤中的幼虫和虫卵，我们还是将杀虫药按比例兑水之后给多肉浸盆或者灌根。浸盆之后切记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通风，直到土全部干透，我们可以再进行下一次药浴。一般这样做3到4个循环周期之后，幼虫必定就会被团灭。再这样持续2个周期，应该连虫卵投胎的机会都会被掐断。如果多肉除虫之后
发现它浇了水，依然叶片干巴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多半是根系被虫子啃食过了。我们可以把多肉重新修根上盆，这样还可以远离那些可能含有虫卵的渣土。到了花季，不用来授粉打种子的花剑就给它剪掉。开花招引昆虫，一旦发现个别多肉有虫子，就要给它隔离开，并且每次喷药灌根的时候，记得要把它的老邻居们一起伺候。记得做好日常防虫措施，千万不要怕麻烦。先趴的小白药上盆的时候，记得把它拌在土里。多肉出从保卫战，你打赢了吗？多肉度夏都好好的，到了深秋居然嗝屁了。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居然是晒伤。12年养肉老司机一个视频告诉你，秋季多肉晒伤如何预防，以及晒后如何修复。秋天多肉到底怎么晒伤的呀？其一，多肉度夏的时候不是遮阳就是有空调伺候。到了秋天，正午的温度可不输夏天，失去了遮阳网的庇护，短时间的瞬时高温也可以快速的分解多肉的叶绿素，轻则多肉叶片发白，重则根茎叶同时受到高温灼伤，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你。其二，秋季太阳角度会发生变化，原本晒不到太阳的花架深处，现在也会被太阳照拂到哦。你原以为安全的多肉，突然就被晒伤了。其三，秋季的湿度大大降低，土壤和空气的升温速度倒是越来越高，一天阳光直射的小高温足以堪比盛夏的杀伤力。其四，到了秋天，你浇水就不再小心翼翼。昨晚上刚进的盆，今天来个35度，不是清蒸多肉那是什么呀？这么难缠的秋老虎到底该怎么办？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晒伤的多肉第一时间挪到阴凉处，保持通风，并且断水。7天后找个凉快的夜晚浇透水，观察叶片第2天能不能饱满起来。如果不能，继续断水7天，就看它到底能不能长出新的根系了。只要杆子还是健康的，叶片枯萎掉叶子都是正常消耗。这期间切忌散光养护，相当于让你的多肉重新浮盆，等待叶心长出新叶子，就算是渡过难关了。预防大过天，秋老虎要当做夏天来对待。养肉人每天都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哦，30度以上，遮阳网该拉上就拉上吧，风扇空调该伺候也得伺候。天气无常，气候复杂，千万别犯经验主义。只有灵活应对，才能帮多肉保命。你们有没有受伤的小可怜多肉？快发来看看呀！你的多肉明明看起来好好的，一碰却哗啦哗啦掉叶子，美美肉变光杆司令。用我12年养肉经验，多肉掉叶子到底怎么回事？该怎么拯救？2分钟给你讲清楚。多肉掉叶子是它在喊救命，这时候你需要看叶子，看杆子，看土壤，来找到原因，从而对症下药。夏天最常见的就是淋完雨或者刚浇完水之后，盆里的土还没有干透，就开始掉叶子。
掉下来的叶片还非常饱满。另一种情况，压根没浇水，土和肉都干巴巴的，它还是掉叶子，大概率都是熊童子、奶酪、桃蛋、乒乓福娘这类后叶多肉。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因为当多肉的叶片饱含的水分过高，又遇上了高温高湿，多肉为了减少被真菌感染的概率，竟然选择这种自杀式的自我保护方式，杀敌0，自损800。你得想办法降低温度和湿度，哪怕它看起来半死不活，只要能撑到秋天，还可以重获新生。但是你可千万别大意，掉叶的多肉要立刻断水7天。掉下来的叶子也别着急扔，和多肉一起放在明亮阴凉处。要是出现下面这种情况，你可要当心喽，一不小心多肉就团灭哦。你先牢牢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当掉下来的叶片有发黑化水，第一时间去检查杆子。杆子如果也发黑，别犹豫，赶快拿出手术刀，该砍头砍头，能救多少救多少。听得晕头转向没关系，下面给你总结了口诀：掉叶先停水，叶片不要丢。吹风降湿度，空调降温度。发现杆子黑，砍头别犹豫，熬过3伏天，秋天获新生。下面说的重点来了，多肉保命，预防大于急救。湿度和温度至少降低1个。夏季不可盲目断水，夏天浇水用盆底蘸水法，盆土不积水，多肉最安全。还有什么不会的，赶快评论区来提问吧。多肉一碰就掉叶子，还越养越小，都说根系没养好，到底怎么养根？用我12年养肉经验，今天2分钟带你养出满满根系。养根的本质是养护这盆里的环境，环境好，根系好，高效吸收有用的能量，多肉才能越长越强壮。这盆土环境不好，根系长不好，喝不下水，消化不了营养，还会释放有害物质，莫名其妙掉叶子。就是这么来的。养好根系其实很简单，下面说的价值10个拉布布，你先牢牢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多肉的根系分主根和毛细根，多肉主根是多肉的生命线，坚定的向下生长。多肉毛细根是喝水的主力军，毛细根越发达，多肉喝水的效率就越高。多肉主根喜欢包裹性强的，这叫压力吸水，所以园艺土、腐殖土感觉覆盆更快，是主根先开始吸水。毛细根没什么穿透力，要在颗粒的缝隙中生存，喜欢附着在有湿度的泥炭土或者软颗粒上。板结的泥巴土和又大又硬的颗粒土，毛细根的死亡速度会更快，很难长出长期有效的吸水的根系。想要多肉根系发达，你能做些什么？下面重点来了，快点拿笔去记。给主根有包裹性的泥炭土，给毛细根可以透气的颗粒土，扎根喝水2不误。多肉的根系有水喝水，没水找水，让土壤环境干湿交替，适当的让多肉口渴，反而刺激根系的生长。多肉的根系除了喝水，更重要的是呼吸。盆土环境没有氧气换新，它就会原地烂掉。控氧不是无节制的虐，干渴刺激发根，过度干渴，多肉会开启休眠保护模式。夏季也不可盲目断水，控氧控的是量、方式、时间、频率。哇塞，你现在知道怎么养好根系了吧？评论区晒晒你的好根。下期讲多肉度夏保命秘籍，记得回来看。